各位伙伴，大家下午好哈。那今天最后一场，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未来城市。那怎么样的永续经营、永续的行动来推动未来城市啊？其实我推动我们这个土地上的无障碍环境，我推动了35年哦，不多，35年哈。那这35年我从没办法出门哈，我受伤，我车祸受伤以后没办法出门，到现在能够做社会参与啊，能够在政策的一些投入哈，那这些都是因为点点滴滴、慢慢一点的改变哈。那这个改变必须要有耐性哦。我等一下会介绍，我每一项的推动大概都花10年以上，甚至于要20年哦才达成啊。那我大概都会用一些画面哈，比较可以让大家看得清楚，说做了哪些事情，改变了什么东西啊。好，首先呢，我就刚刚讲了，我之所以没办法出门，是因为环境哈，不是因为我个人坐轮椅，个人坐轮椅，但是你环境是一个友善的，是一个无障碍的，我当然可以出门。所以障碍是来自哪里？来自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个人的，因为坐轮椅的关系哈。这个大概 CRPD 里头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哈。那首先就是要把环境给改善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啊。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最近大家应该在我们的一些话题里头，经常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行人地狱啊。那这4个字，在我35年前就已经在脑海里头。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环境，那这样继续下去，以后每一个人都年纪都会大。都会长大，都会行动不方便。当你不方便的时候，你才回想到说：“我之前为什么不为这块土地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哦。刚好目前这个话题议题正是最夯的时候哈。那我就把这个议题提到立法院去哈，然后也试着去改变一些我们这个环境啊。好，这个就是一个抗议的现场，本人就舍身了哈，真的是遭了很多的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因为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1年多以来，很多的老人家在这里摔了很多人哈。每到下雨天就有人摔，因为这个瓷砖很滑又很陡。但是这一个管理的单位，它是一个运动中心，所以里长去反映，然后去反映给市政府这些公部门，没有人理会，就让大家继续摔下去啊。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件事情实在受不了哈，就明明政府可以有作为。有了作为以后，这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要出面出来做？所以我才会发新闻稿然后邀请很多的记者，在我摔在后面，大概有10-20台记者在那边现场拍。那我真的就我说大家往后一点，我表演给大家看。当我要上这个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结果还没有到3，人已经翻下来了，砰倒下去了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哈，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去倡议什么样的议题，不被社会或是我们的政府单位关注的话，哪怕你再多人、再多的时间再去 complain 都没有用。你要知道，我这样一摔，他们反映了1年多不改变的一个环境，我2个礼拜以后接到电话，这个单位打电话给我说：“刘先生可不可以麻烦你到我们现场一趟？”我说：“什么事？”我们现场已经改好了哈，2个礼拜2个礼拜我去看，真的是改好。那时候我就给我媳妇说：“原来如果说我们政府如果没有很大的压力，舆论没有这边出来。”给他们一些压力，
他们是不作为的啊。那所以我在35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投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这块土地的一个环境啊。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就是我刚刚在提的，我要出门最大的难关是什么？环境嘛。第一个是骑楼，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人行道。那人行道上面，现在大家出门一定看得到啊，不是一些什么消防栓啊、电杆啊，什么一大堆阻碍的，我们如果你是根本没办法上去哦。那甚至于很夸张哈，这里有个金炉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金炉哈，连金炉都可以怎么样放在人行道上，阻碍你不能走哦。那还有两年前哦，跟这个那个公庙谈完了以后，小雨大意，大家都会用到这个路，他们同意了哦，同意了以后，已经把它拆掉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障碍存在那么久，政府不知道吗？知道哦。那我们在使用的人不方便，有没有去反映？也有反映，但是就是不会有作为哦。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很多社会事件，然后我们再去提议那请政府这边多多的去关照这些事情因为人都会老，你都会用到这些环境是大家都会用得到好，那我们上不去人行道，走不通这个什么骑楼的时候，我们要走在哪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走叫做车道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最近你们应该在路上看得到更多的这些什么轮椅啦、那个什么代步车啊，跑在车道上那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在提的这些人行道或是我们的骑楼一直没有作为，一直没有改。像骑楼的违建，或许大家没有看到如果说我常常讲过了淡水河以南大概就是3等公民那所有的这个骑楼大概8、9成以上都是什么？都被占用，或是被违章给堵起来了。那这种情况，台北市还好，台北市人你只要是你敢去围起来，大概第2天就被告了。台北市人是很积极的所以我常常讲，台北市以外的大概都是3等国民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太多的这个什么。在车道上跟那个什么有雨车争道那事实上雨车争道还发生了今天的主题在讲的，我要讲的是不平等的事件我们经常你们如果有留意的话，每年一定有就是轮椅或是代步车在车道上被撞伤、被撞死，我自己也被撞过砰撞上去，但是每次上法院。那我们就是真的是要落泪为什么？上法院我们永远是什么？是要赔偿人家我被撞，我还要赔偿给这些撞我的人，公平吗？你想看看，我走在路上，然后后面车子来撞我，我还要赔钱给他，因为他车子有损坏，为什么？路权路权一搬出来有了一个判例以后，完蛋，以后。法院里头，只要是什么伦理在车道上发生车祸，输方的全部都是什么伦理族阿公阿嬷都是这些人真的很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一直提倡修法修法。我记得我们在98年就在立法院开公听会，麻烦政府应该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太不公平了我们被撞，我们还要赔偿就因为的是一个叫做路权也没办法论法的话，还是会有这样的裁判判出来好，那再来就是不但这个很多的障碍我没办法上去，甚至于有些人为的可以避免的东西，但是人为的为了要让什么？摩托车不能上人行道，所以做了这些摸字形的这个铁管围起来，不让摩托车上人行道。但是围起来以后，摩托车上不去了，那我轮椅上得去吗？上不去，上不去我怎么办？还是一样走车道又回到车道去。那甚至于
有些他们很天才，他说哦，那个我们做这样子哈，这里有位视障同胞拿了个白手杖哈，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车主哈，那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轮椅可以从这里钻狗洞哈，就要钻过去，哎，但是他没有想到，钻狗洞我或许我人趴下去还是可以钻。但是这样真的很没有尊严哈！我为了要走一个人行道，我要受这样的羞辱，然后视障同胞怎么办？它是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它叫做导盲砖，也就是视障同胞他这个白手上会沿着这一条导盲砖是往前走，但是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人就撞上去了。你不是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设施来害他吗？你引导他去撞这一个设施，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那包括我们我们轮椅经常现在比较发达，有这种叫做3轮手摇轮椅哈，但我们也会跟着自行车那个一起去走那个自行车道，但是走到终点半途就会碰到这个围了3个这个东西，那一般人自行车扛起来就过去了。我们怎么办？鼻子摸一摸，往回走回去就是我只能走一段，之后就不能走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淡水那个沿着那个淡水河旁边，我非常感动一件事情。我们走到一个有那个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阻碍的时候，当时这个阻碍还是可以活动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处理啊。有个老外就在我们前面看到我们过不去，他自动的就去把那个拉开，让我们往前走。哇，好感动，好高兴啊！以前都走不过去的，有老外这样来帮我们结果我们过去以后，他把它换回去，他就往前走。再走，我们也一直往前摇到又碰到一个。那看老外就是什么，手插在胸部，就要等我们，你知道吗？他在第2关等我们等我们到的时候，他继续拉起来就往前走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件事。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什么骑楼了。骑楼大概都是什么被占用或是被这个铁门就拉下来干什么？他们占为自己所用所以我们也是寸步难行，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骑楼也不能走人行道也不能走，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去跟我们的官方来做协调。那怎么协调？我们协调就是说，大家以后注意看我们现在的人行道允许上面不那个骑楼上面允许怎么样？它只要提供出来150公分，现在的那个骑楼整平的时候就会画出这条线。这150公分干嘛？就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那个大件行李啦、娃娃车啦、我们这个轮椅可以走。那1.5米以外的空间，店家是可以用的这个是违法，但是大家有默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你真的是空出来1.5米那我们现在也那个其实这两个是不同部门骑楼跟我们的那个人行道，它是两个不同部门，但是2个要去协调。比方说这个是比较旧的骑楼它的宽度不够，只有2.4米。结果我们的那个汽车放进去的话，大概你也没办法走了，没有剩下多少空间。所以他们怎么去处理？协调好以后，我们把骑楼整平弄出来给大家走。但是我的人行道怎么样？我的人行道就把它那个供给我们的车子好，那我苦恼了半天，我在前年在立法院送进去我们的生权法要修法，结果呢就被耽误下来，变成这个新会期再重新送一次，也就是为了要解决刚刚讲的骑楼人行道的一些违规违法那我们怎么样？因为什么几十年努力下来，我们努力了20-30年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取締？因为没有法源可以怎么样罚款，罚则没有所以今年的3月7号，这个草案已经出来了太高兴了努力了20-30年，终于有个草案能够开罚好，再来就是要讲那个火车。
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根本不要想坐火车，搭伦理的哪有火车可以搭？因为我们的火车月台跟火车有个高差40公分，我们是上不去的。那是我们到某个那个车站，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木板，让我们上去。结果成功哦，那个我们这个训练中心经常有人要做好，那上去以后，我们再去要求铁路局啊，请他们全国的所有的车站都要设这个东西。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得到，台北车站曾经有跟我抱怨，他说：“自从你们可以上来以后，可以搭火车以后。”那个每年那个什么胡龙那边就会有一个沙雕季，你们我光台北车站一天要服务40几台的什么轮椅哈，他们的工作量就特别大哦。结果这是什么？我说这好事啊，这些本来在家里出不了门的啊，那今天可以出来，你要拍拍手哦，你在做功德，我就鼓励他一下。好，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有看到哈。那个斜坡板是什么？它是把有障碍的环境把它消除变没障碍，但是事实上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但那个铁路局现在花了将近100亿啊，不是100块，100亿做什么？我们的铁路捷运化，也就是说，慢慢的把那个月台垫高，跟我们的车厢一样的哦，这样的一个通用设计。让所有人老弱妇孺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只有专为我们轮椅上来哦。好，再来就是我们也是努力了什么10-20年哈。好，那在20年前，我们坐轮椅要搭飞机，那用什么方法上飞机？在国内线不是有 ATR 那种就停在停机坪的这些人要上飞机是要靠我们的地勤人员抬上去，要不然就是什么背上去。那我们有一个80几公斤的女性理事长，为了搭飞机，然后那个地勤人员就背她上去，背到最后一阶的时候，那个地勤人员他脚一软，咚就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空中小姐二话不说，一手赶快把她抓她衣服一拉，结果整件衣服被拉开。那我们这位那个理事长胸部就跑出来了哦，然后那个鞋子也掉了哈，狼狈到不行，所以他就说这辈子我不会再去搭飞机了，吓死了。从此以后我们要搭飞机，他们那个航空公司怎么说？你们要搭可以，但是要加价2000块，2000块背你上去。我说我买车我飞机票1240块，结果是要2000块我才能上去哈。OK， 好，我马上好，那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去抗议，抗议以后。最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用餐车帮我们送上去。最后我们争取到什么？用斜坡。那国外用行之有年，大家都在用，为什么台湾不用这种方式？一定要用这么烂的方式？所以也成功了哈。那每个机场都要做哈。好，那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努力哈。我常常讲这些福利哈，这些公平不公平，绝对不是什么天上会掉下来馅饼哈，绝对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累积，慢慢的改变。所以在这最后要跟大家来做一个那个勉励的哈，就是在座各位也都是我们无障碍环境推动的一员哈，因为不管食衣住行都会用到无障碍，所以你在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帮大家一起发声，好，与大家共勉之。好，谢谢大家，谢谢。